这是唯一让我看过之后痛哭流涕的影片，也是我发誓再也不会点开第二次的电影。曾经我理解的爱情应该像可乐加上薄荷糖那样迅猛狂暴才称得上真挚，直到时间在我身边不经意地溜走之后，我才赫然明白，像杯温水一样平凡的爱情，才是我梦境深处最渴望的存在。不是所有人都会经历那些迎难而上、不死不休的旷世情缘。对我来说，爱我所爱，伴我所伴，就是我心目中最真挚的永恒，也是我最想在后半生死死守护住的唯一希望。克里斯和杰西是一对在一起相伴60年的夫妻，但很奇怪的是，他们一直都对外宣称自己从没爱过对方。只要有人问起关于对方身上的优点时，他们总会默契的沉默，好像对方是世界上最没用的垃圾一样。不过一旦把这个问题变成询问对方身上的缺点，他们就会滔滔不绝，但却又小心翼翼的，生怕把话说重。他们的前60年好像过得如水一般平淡，称得上温馨幸福，但绝对算不上什么刻骨铭心，以至于克里斯总是调笑他们的感情好像没有什么特点。就像我的世界并不会因为有你就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充满色彩，更也不会因为失去你就乌云密布丧失生机。面对面前这个倔老头，女人从来不会反驳他的看法，有的时候兴趣来了，她还会调笑下男人，那自己就和他分开，看看电视剧里说的是不是真的。那个时候克里斯就会变成好像还没长大的孩子，苦苦哀求杰西不要把自己丢下。不过他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他们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另一个也永远都不会舍得放他走。只可惜月亮永远不会是圆的，天上的云彩也会时不时的遮挡住太阳。他们都知道距离他们失去彼此的那一天越来越近，所以心里一直祈求这一天可以晚一点，再晚一点。但命运永远不会聆听一个人内心的祈祷，就像耶稣算到自己会被架在十字架上，可他永远无法自救一样，噩梦终究会在最温暖和煦的那天悄悄地找上门来。他们有早起的习惯，因为他们很在意和对方多相处的一分一秒。可这一天的杰西却始终魂不守舍，即使克里斯大声呼唤他的名字，他也像个木偶玩具一样一动不动，这让克里斯心里泛起了一阵寒意。他努力压着自己不安的情绪，颤抖着用湿毛巾不断擦拭杰西的脸颊，同时心里不断祈祷这只是妻子和自己开的一场玩笑。可看着仍旧没有一点反应的妻子，他明白自己最害怕的一天还是来了。想到这，他赶紧回到卧室去拿病历本，打算带杰西去医院。可这时被他忘记关掉的水龙头却没了声音，他赶紧跑回去查看，却看见刚刚还木讷呆滞的妻子已经恢复正常，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这让刚刚还焦急紧张的克里斯顿时黑下了脸，他以为这是妻子在和自己寻开心，却不想杰西对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浑然不知。Je ne sais pas quoi répondre. Tu es certaine que tu ne te souviens pas de ce qui vient de se passer? Mais qu'est-ce qui s'est donc passé? 看着妻子无辜的眼神，克里斯耐心地将刚刚发生的一切复述了一遍，可女人却完全对刚才发生的没有一点印象。但身上凭空出现的水渍是不会骗人的，她明白克里斯没有在开玩笑，而自己确确实实地失去了刚刚那段记忆。想到这，她十分恐慌害怕。她其实明白这一天的到来是迟早的事情，可这一天真的降临时，那种无力和命运斗争的感觉，却还是将她提前做好的一切准备都碾碎成了渣砾。很快杰西的检查结果就出来了，万幸的是幸好克里斯发现的及时，所以女人只需要动个手术就会保住性命。可她再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曾经健康的身体只剩下脑袋还能象征性的活动，这让医生要强的她开始不断怀疑，这样苟延残喘的生活还算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活着。从那以后，一向幼稚的克里斯突然变得成熟了起来，他开始无微不至地照顾已经半瘫痪的妻子。只是这样的克里斯从来不是杰西想要看到的，他开始害怕自己像一滩烂泥一样不断被沼泽吞噬，更害怕自己成为克里斯身边的累赘，将自己最爱的男人生生拖垮。他们相伴的几十年，自己从来没有在一件小事上麻烦过自己的丈夫，那是他引以为豪的自尊。不过这份自尊现在却生生被命运撕碎，扔进了现实的熔炉中去。而克里斯有时也会陷入迷茫，他感受到了妻子的情绪变化，可面对生性要强的妻子，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安抚才能让他对生活重新恢复渴望。他只能逼迫自己去多做一些他曾经认为十分麻烦的琐事，这些曾是他最讨厌嫌弃的东西。可为了妻子，散漫了一辈子的他又必须努力地将这些东西做好。可偏偏是这样悉心呵护的行为，才更让杰西心里变得难过。她的丈夫好像有了自力更生的能力，那自己的存在除了加重她的负担以外，好像再也寻不到一丁点价值了。或许对她来说，真的已经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刻。第二天，参加完好友葬礼的克里斯回到家时，却感觉屋子里充满了阴冷的感觉。他慌张地向卧室跑去，正看到杰西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他赶紧将妻子抱回了椅子上，然后默默地关上了他明明封好的窗户。Pardonne-moi, j'ai été trop lente. 他没有继续询问妻子为什么要打开窗户，在有些事上他恨不得当一辈子的傻子。他沉默地将妻子推到了客厅，试图用笑话来让妻子的情绪好过一点，却不想妻子直接挑明打断了他。Je sais que ça ne peut qu'empirer. Pourquoi dois-je nous infliger ça? Oui, mais ça s'améliore chaque jour. Je ne veux plus.
Tu fais des efforts touchants pour me faciliter tout ça, mais moi, je ne veux plus. Pour moi, pas pour toi. 听着妻子的话，克里斯的心泛起了止不住的酸楚。相伴的几十年让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杰西做出决定，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将他拽回。可他绝不能就这样失去杰西。想到这，他找来了女人最欣赏的学生，试图用年轻般的朝气以及学生的需要来让他重新对生活恢复希望。那天是女人最开心的一天，她很享受那种被人需要、被人肯定的感觉。可当学生开始询问她的病情时，她的心又再次难过了起来。那是她最不愿意提起的事，也是她根本无法面对的结果。学生离开后，杰西的卧室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哀嚎声。克里斯赶紧跑了过去，却发现杰西再次摔倒在地上。他吃力地将妻子扶上床，同时也清楚了妻子那颗求死的心究竟有多强烈。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偌大的房间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人，无论他怎么呼喊杰西的名字都没人回应，直到一双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嘴，他才挣扎着从睡梦中清醒。好在一切都只是场梦而已，至少他的妻子还切实地活在自己身边。第二天，他们收到了女儿发来的消息，得知女儿要从外地回来，杰西重新有了动力做康复训练。他想给女儿展现最好的精神面貌，至少他想向女儿证明自己不是负担。虽然这个过程极度煎熬痛苦，可他还是稳稳地向前迈了一步又一步。或许这就像我们的固执一样，总是在亲情面前自己咽下苦楚，然后充盈着笑脸对他们表示自己过得很好很好。看起来因为女儿的回来，杰西已经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可病魔却永远不会同情受尽折磨的可怜人。杰西的身体还是一天不如一天，甚至出现了失禁的情况。虽然克里斯觉得没什么，他会小心安抚妻子的情绪，然后自顾自地去拿干净的床单，可这对于杰西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可以过去的事。他正在一点点失去自己最看重的尊严，在最爱的人面前展现最糟蹋丑陋的一面。他不想面对这样的现实，他想证明自己还是那个坚强独立的女人，可现在的他连一个小小的门槛都再也无法跨越了。那天之后，杰西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他好像自己都放弃了求生的欲望，甚至连说话都成了他最困难的事。看着母亲的样子，他的女儿十分痛苦，他哭着质问父亲是怎么看护母亲的。面对女儿的指责，即使克里斯心里有说不完的委屈，他也不愿辩解一分一毫。那天之后，女儿再也不信任克里斯会好好照顾母亲，于是没和任何人商量就给杰西请了保姆，却没想到这一行为给杰西带来了更大的心灵创伤。骄傲自尊的他，就连洗澡也得任由一个陌生人摆弄，这对他来说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折磨。自己已经够痛苦了，可这份痛苦却要生生掰碎展示给所有人来怜悯同情，这不是他想要的，更不是他需要的。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克里斯心里比他还要难受，他太清楚自己妻子的脾气秉性了，于是偷偷辞掉了保姆，决定继续亲自照顾。可经过这一系列的变故后，杰西已经再也没有了求生的欲望，他开始用绝食的方式来向克里斯表达自己的心意，而这也让克里斯感受到了失去杰西的崩溃，心里的委屈让他打了杰西一下。那是他相伴几十年来第一次忤逆杰西的决定，也是这几十年来第一次希望杰西可以听自己一次，哪怕就这一次。第二天，女儿再次来访，为了向隐瞒女儿自己辞退了保姆的事，他将杰西的房门锁了起来。可女儿并不是来查看保姆做得怎么样，她只是对自己父亲充满怨恨，自己将一个健康完整的母亲交给了他，可他却毁了母亲。这些话让克里斯心痛万分，将多年来对女儿的不满统统发泄了出来。Qu'est-ce que tu appelles parler sérieusement? Tu veux prendre maman chez toi? Tu veux l'expédier dans une maison de retraite, c'est ça que tu veux? Hein? Allez, parle sérieusement avec moi. 这些话让他的女儿哑口无言，她只是想找一个推卸责任的借口。她根本没时间，也没有精力照顾母亲，她做不到比父亲做得更好。而克里斯也明白女儿应该有自己的人生。晚上，杰西好像回光返照了一样，他颤颤巍巍地和克里斯说了一些他们曾经的故事。不过这一次，他推翻了之前说的和克里斯没有感情的言论。他告诉克里斯，乌云密布后真的会看见彩虹，电视剧里表达的意思也不全是唬人的玩意儿。这时，杰西死死地握住了克里斯的手，眼神中满是祈求与不舍。而克里斯显然明白了杰西心里渴望的。第二天早上，克里斯将杰西好好打扮了一番，然后和他讲了很多他们的故事，那些都是克里斯最真挚的回忆。只是在最后，他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不知道乌云之后究竟会遇到什么，也不确定咱们这一生算不算得上充满光彩。只是我很肯定，遇见你是我最幸运的事。我说了一辈子的谎话，就好像你是我人生中最不重要的东西。可我明白，你才是我这一路上最憧憬看到的花丛。”听到这，杰西渐渐平静了下来，仿佛在认同克里斯的观点，而克里斯则颤抖着拿起旁边的枕头，狠狠地捂住了杰西的鼻子。
在做好这一切之后，克里斯独自去外面买回了殡葬所需的鲜花，然后亲手将它们裁剪成杰西喜欢的模样。随后他回到桌子前，给女孩写了一封信，信里告诉女儿自己从来没有怪过她，埋怨自己，她的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接受不了自己的不完美，而我也接受不了让她一个人孤零零的离开。他从白天写到了晚上，好像有着很多说不完的话要和女儿嘱咐。他舍不得自己的女儿，总是担心她有没有好好吃饭，又有没有被人欺负。自己曾是她最坚实的后盾，可现在是时候说再见了。做完这一切之后，克里斯静静地躺在了自己的小床上，他紧紧地盯着天花板，好像在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这一刻的放松，仿佛真的让他感受到了所谓的色彩。这时，厨房里传来了一阵熟悉的声音，他听得出这个声音，于是满怀期待地向外走去，竟看到已经去世的杰西正在洗碗。她看起来是那么健康美丽，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的那样，总是让人心生向往。这时，杰西提醒克里斯赶紧多穿点外套，自己躺了好久，是时候出去看看了。听到这，克里斯明白了一切，他重新穿上了那件杰西为他缝补了无数次的大衣，然后还是像个孩子一样紧紧地跟在了杰西身后。这一次，他要紧紧地跟上杰西的脚步，在那个黄昏下继续相伴彼此一生，永不分离。